次，是不会飞翔的翅膀。所以，是我的搁这儿。叶子。的不是惋惜，只是我还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悲伤，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。这一对的距离来自真正咱们所说的物理距离。先生要在南极工作很长的时间，女朋友有点守候不住了。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白，29岁，来自湖北，是科研人员；女主人公小吴，24岁，也来自湖北，是位太子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你管他叫什么？现在？我管他一般的叫他小媳妇儿。你跟人谈了多久恋爱？你管人叫小媳妇儿？今年5月份是2年整，但是资料上面却说，其实你去了趟南极就去了17个月。对，2年是24个月，24减17，你们俩就谈了7个月恋爱是吗？感情上的交流应该是2年，真正在一起是7个月。对，你去南极干什么？去南极做科学考察，要待17个月啊？对，越冬的队员要待17个月。那你想他怎么办呢？那边可以上网。哦，就是在网上啊。对，他开始在那边的时候说，他回来了之后会陪我好好的转一转，去去的地方看一看。他回来之后有2个月休的，可是他也没有休，就直接去工作了。然后上个月他又出去了一趟，又是一走就是1个多月。有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陪一下我，但是其实我又挺支持他工作的。我自己就挺矛盾的。而且更主要的是，他前段时间跟我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他还想再去一次南极。因为我这个工作有一点特殊性，它属于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基础工作，也就是说你要求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稍微高一点。但是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体力一点的活动，就是说从业人员相对少一点。然后我这个专业呢，在南极又比较能够发挥我的能力。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知道他是干这个的吗？知道。当时是觉得特光荣。特光荣，特崇拜了啊！现在我也特光荣，特崇拜。那就行了。我也支持他，但是我也是一个正常的女生，我担心他。去年10月、11月的时候，我在网页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南极科考队员直升飞机坠毁，看这个标题的时候，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特揪心，很怕是他那种感觉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了。冷吗？冷，肯定是冷。那里我们去年的话，我去的时候最低温度是零下的40度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除了科研工作以外，最主要的生活的就是两栋楼，一栋叫宿舍栋，一栋叫生活栋。然后这2栋楼之间呢，也就20-30米吧。但是在南极那边，它刮大风的天气，7级以上大风的天气90%，下雪的天气90%，就是20-30米的距离，你每天吃饭你要走半个多小时，要半个小时。风大呀，顶着你吹，你就是寸步难行。有的时候你有可能走一步，不小心没站稳就被吹回去2步。还有一个极夜的问题，就是看不见，没有太阳。从4月份到8月底左右吧。那有危险吗？有危险，但是保护措施也是有的。然后我们的考察队服也是经过特殊制造的，就是你穿上去以后，你在那种寒冷的环境下是没有感觉的。那要在热的环境里穿你们这服什么感觉？那就起痱子呗。今天有带来吗？带来一件比较简单的，这是我们那个考察队服红色的，这是最普通的一种。我们这个工作确实也很危险，毕竟是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，但是国家对我们的保护也是很到位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担心的太过了。因为去南极，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会有极夜的问题，他说有那个综合症，那段时间我们打电话就会有一些小摩擦。这个极夜综合症是什么概念？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内，人数比较少的情况下，会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，提不起精神来，或者没事找事儿之类的。没有影响吧？离开那个环境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是如果他再去的话，我就会很担心。我跟他在一起4个月左右他就走了，有时候就想，如果他能多陪陪我就好。
你们俩恋爱过吗？我觉得我跟他是一见钟情型的。对。我的一个铁哥们儿娶了他的堂姐，然后他是伴娘，我是伴郎。啊。然后我就在那上面认识的。后来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就他送我回家，就等那个公交车，不知道为什么那趟公交车一直都不来。平时那辆车10分钟就来一趟，那一次半个小时都没来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就聊到很多，就是感觉我们的想要的生活啊、价值观啊、想去的地方啊、追求的东西都特一样。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挺震撼我，他就说，我从南京回来，为家人就嫁给我算了。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心里就叮了一下，就那种。后来他就去新疆了，所以在一起也就4、5个月。我当时是我送他去上海的，看着他登上雪龙船的时候，我当时觉得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我想1年时间过得挺快的，特潇洒，手一摆头一挥就走了。但是当时拖着那个行李箱从那个码头走到火车站的时候，那个心里难受啊，从来没有过，就是一路哭，就特难受特难受。所以我就是很不想他再去了，因为我会很害怕，我现在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就不想他在外面去。虽然他说是你们父母什么意见？我妈挺喜欢他的，因为他对我爸妈挺好的。但是我妈妈也跟我说过，就是以后结婚了，他经常出去，我怎么办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就想来听听老师行吧，跟我说一下怎么办。你们是有智慧的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，给点建议吧。这位男嘉宾这么优秀，又工作又这么好，我觉得其实应该更加支持他吧。梦想可以有，他也很执着这个男嘉宾，但他可以跟女孩可以先再结婚有孩子再去完全也可以，没必要非要较这个劲，非要急着去南极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啊。未来的人生路很长嘛，先好好陪陪他嘛。我先问女孩一个问题吧，一开始你知道他是勘探队员吗？知道他是科考队员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就是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姐夫跟我说的嘛。哦，你对这个职业是怎么想的呢？怎么理解的呢？当时就觉得特光荣。所以女孩，我觉得你很矛盾。哎。你既爱上了鹰的高远，但得到之后你却要圈养它，你不能以爱的名义就要去囚禁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。不啊，我不想囚禁他，但是我自己心里矛盾，就是纠结在这里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先测一下自己的承受力。你的承受力分几方面，第一个，他不在你身边，你的孤独感怎么去克服，怎么去消化，怎么能让自己更加的独立。第二，他所处的工作会面临很多的危险，你怎么去平衡这种感觉。第三，要对你们俩的未来有一个规划，共同的规划。你们虽然谈了很长时间，貌似很长，其实在一起磨合的时间很短。但爱情真不是那种看得很远、很渺茫的那些事情，而是真真正正的，就是日常那些平淡的事情。一定要共同规划一下，然后再决定你是到底能承受孤独，还是说失去它。同时，我想问问男方，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儿，你到底想过没有？想过。这些事儿不是婚姻之后才发生的。我在南极的时候，我考虑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走之前就已经认定他了，我就想跟他走完这一生。所以说我在南极的时候，我就考虑过为我们两个以后的生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准备。在那边除了科考工作以外，业余时间我就会去跟我们那里的厨师学习怎么做菜。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对这方面还是有所准备的。我觉得那女孩已经挺好了，真的，你真的要感恩。为什么？你想，你什么都没有承诺她，什么你没嫁的话，我就嫁给我吧，一句话甩下她17个月，17个月回来之后，她还在等着你。这一事你一定要感恩啊！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。然后我特别能理解女孩，为什么？因为女孩在看到，比如说奥运冠军啊、航空员，都会有一种哇，好光荣，好厉害啊这种憧憬。但是真的跟生活碰撞到一起的时候，他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就是激情跟生活的冲撞的问题。每个英雄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苦苦等待的妻子。英雄是
为了大家舍弃小家。对于大家来说，对于国家来说，它是一种无私；但对于家人来说，它是一种最大的自私。这个是你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你要了解一下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她所需要的是什么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对于大部分的女人来说，最终她所要的就是自己所爱的人在自己的身边。她现在要你做的不是让你放弃你的梦想，而是想要一个希望，懂吗？就是你去一次南极，你说我还要再去一次 ，OK 没有问题，我都觉得可以的，你可以再去一次。但是你什么时候不去呢？你会不会下次再要去一次呢？是不是他每年都要承受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呢？所以说你现在不是要决定要不要去南极的问题，而是你要告诉他什么时候是终点。一开始一对恋人上台之前，我们都会认为他们没有问题，他们是来秀恩爱的。但我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和谐。他们两人大概是在这个舞台上最相敬如宾的恋人，两人根本不吵不闹，这我恰恰认为是问题。太过于为对方考虑，太过于相敬如宾是件好事，促进爱的增长，但同时也是一件坏事，压抑了自己的个性，失去了自我。夫妻俩之间太和颜欢色，而没有任何矛盾，这似乎让人感觉有点问题，因为问题不容易爆发出来。家长里短的夫妻生活，就是在暴露问题、解决问题过程当中来获得最大化的幸福。这个其实小白你自己想啊，如果对面这个女孩真的是你一生要去爱的一个女人，你自己平衡好你的工作和她之间的关系，因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她那个工作的。做她那个工作的人，除了专业技能之外，还真的需要一些这个自我牺牲的一些品质。而你选择了这样人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你的付出要比其他的女性要付出的更多，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你能不能接受？自己考虑一下哈。今天说你母亲也来了是吧？来，我们有请小白的母亲，来有请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儿子的工作呢，我还是很支持的。就说呢，他工作家庭还是要就是平衡一点吧。比如说他在南极吧，气候比较恶劣一点，我也是挺担心的。这17个月里面，我这心老是揪着在，因为南极只要有什么消息，我就是手上做的事情，我就赶快放下，马上在电视里面去看。就是总是担心他啦，再就是说有时候有一段时间没通电话，我就心里也是揪着在。作为一个母亲来说，肯定是很担心的。那么就说呢，我就说呢，要他呢工作家庭都能够权衡一下啊，就这个样。好，谢谢妈妈哈，来，请回。说今天还有你的同事的老婆来了是吧？对，来有请啊。她是我们这一次的管理员的太太。那管理员呢？管理员去西藏了，要去下一次的人。您好。大家好。你先生又西藏去了？对，他参加今年中国第29次南极昆仑站科考队员的西藏选拔训练活动。以前我是那个做他们考察队员医学保障的。你也去过呢？我没有去过，我是在国内做医学研究工作。就是为了他们的安全，因为在南极那个地方，中国在南极一共有三个考察站，他们只是其中之一，叫中山站，还有一个更加危险的战区叫做昆仑站，也就是我爱人现在去选拔的那个战区。然后呢，因为他们不同的战区其实环境因素是不一样的，像小白这个战区呢，它主要是低温严寒，但是在昆仑站的话，可能是低温严寒和缺氧。环境更加的恶劣。你老公离开过你多久啊？跟他一样17个月。你们结婚多久他离开的你？我们是在他去之前是谈恋爱，还没有结婚，是回来以后才结婚的。当时在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已经跟我说他要去南极考察，要17个月。他当时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，作为南极圈的人，我们会离开中国去到南极的另一端，就好像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。但是我们一定会对家人好的，我相信他。回来你就嫁给他了？是这样的。结婚了吗？今年结婚了。对。然后他就又要走啊？有可能要走。你心里没什么想不开的吧？我
其实我也有难过的时候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作为南极圈的家属，我们应该对他们最大的安慰和支持，就是一旦他们去南极，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，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另外一端，其实他们心里是很内疚和自责的，所以一定要理解支持他们。因为我比他年长几岁，然后我的爱人也比小白年长，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心理上比这个小吴会更加成熟一些。我觉得他需要更坚强一些，多去寻找一些事情。然后呢？你一般都寻找什么事儿？因为我当时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就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在上研究生，那我要完成我自己的课题，我也会担心，但是我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。听见了？啊，谢谢你啊。好。你们是英雄，他们比英雄还英雄，我跟你说，这多不容易啊！你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感情？想清楚，你们在这1分钟里面，每个人各自的1分钟里面，把内心最想对对方说的话说给他听。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亲爱的，我知道我的工作对你造成了很多困扰，我不是把我100%的时间用来陪你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在我工作之余，我一定会用我120%的时间去满足你，去陪伴你。我知道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，知道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，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我都会用我的余生来满足你。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，并不是说我反悔什么的，我愿意等1次、2次没关系，但是不能说是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。有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希望你能多的时间能陪一下我。你像牛郎织女，1年还能见1次，可是我们却17个月，还不如牛郎织女。其实我要的很简单，你再多的时间能想一下我，能多陪一下我，就是能给我一个期望，能让我有一个期待，就那样。行吗？行。我再娶1次吧，以后就不去了。好，时间也到了，来亮一下灯啊。还有一个东西是他早就准备好给你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技术和各种原因，其实你没有见到或者听到，这是一份他的队员送给你们的祝福，你看一下吧。来。明天我要嫁给你啦，明天你要嫁给我啦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的痛，明天你要嫁给我啦，明天你要嫁给我啦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跟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来，2位请回，谢谢你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像小吴这样的人，我们不是第一次，因为工作性质常年不能回家的，确实有这样的冲突和矛盾。那么他们能不能真的跨越这个距离，走在一起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哈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不在意一路有多少风。好。这个给我，谢谢。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，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杰利亚套装的礼盒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来，嫁给我吧。
这是给我吗？啊？拿了吧，拿了吧。